来提个问题哈，你画的零件你就可以随便用吗？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？其实也不是哈，因为 SW 的神奇的关联机制啊，哪怕是你自己画的零件，你也不是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啊。这节我要讲一讲怎么使用你曾经画过的零件，并且保证你不会捅娄子啊。这是我上礼拜做的一个装配，我在这个装配里边画了一个圆，画了一个方，并且在那个文件夹下我漂漂亮亮的做了2张工程图。那么这是我今天新接的活哈，我忽然想起来这里边也要用一个圆，并且圆跟以前的圆一模一样的，我很想把这个圆引用进来，那我怎么办？首先我打开这个文件夹哈，这个文件夹在这儿呢啊，我把这以前这个圆和工程图我都已经拷贝到这个当前这个文件夹里，然后我插入新零件浏览一下，把这个圆找到插入进来啊，可以了哈。然后我就要说你容易捅娄子的地方，比如说编辑一下这个零件。然后我要保存所有整个装配啊，保存完了装配之后，我要检查一下这个工程图啊。你看它啥毛病都没有是吧？然后我要关了这张工程图哈，我要提示你这块我没保存。我下次我要使用这个工程图的时候，我直接打开这个工程图哈。你看它这个出毛病了哈，那个窟窿哪去了？我刚才虽然跟你着重强调了我没有保存那个工程图哈，但是这个丢窟窿这个最主要原因在于那个没有保存的过程吗？不对，最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视图它的属性，是因为这个主视图默认链接的文件，你要看清这个文件哈，它是276A 圆，对吧？我们上边这个文件夹这才叫276A， 下边这个文件夹叫什么？下边这个文件夹277B， 我实际上我这个工程图在哪儿？我这个工程图在277B 中，但是这个277B 它链接的文件并不是这个圆，而是上边这个文件夹里边这个圆。你知道它为什么没有窟窿？最主要原因在于我刚才改的是这个圆，而不是这个圆。怎么解决这个事儿？太简单了，把刚才的保存过程你做一遍就完了。哎，那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保存造成的吗？你要分清什么是根本原因，什么是实现步骤。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链接文件是不对的，这才是根本原因。实现的步骤虽然一样，但是你要分得清什么是主，什么是次啊。这个事儿哪怕你不分主次的话，其实稀里糊涂的也是能解决的。那我现在说一个你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哈，就是说我这个项目啊，我不光想使用这个圆，我还想使用这整个装配。那么我把整个装配 Ctrl+C 到下边 Ctrl+V 进来。替换掉它哈，那么我再用这个装配，然后我还像刚才一样，我插入零件，但这回我就不插入刚才这个零件了啊，我要插入的是整个这个装配啊。这时候你要清醒的认识到你这个装配的文件状态哈，我从结论告诉你啊，你个装配的里边包含了什么？包含了这个装配，包含了这个圆，不包含这个方，但是它包含上边这个方啊。你这个工程图文件指向的是这个圆，你这个工程图的方指向的是上边的方，烂套吗？烂套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 SW 神奇的存储机制啊！我现在要验证一下这个事儿哈，咱说把这个装配展开，怎么看这个文件真实状态？你看这个方哈，咱说刚才这个方说指向的是上面这个方哈，你看右键属性这里边看这个吧，零件属性哈，这里边有一个模型文件的路径，这是文件的真实路径 276A 是吧 ？276A 指向的是上面这个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圆，这个圆我同样的用这个路径看，它是277B 这个圆对吧？这也是对的哈。我们再看这个装配。同样的方式哈，这块277B， 对吧？怎么看工程图？工程图的话，我这儿先全部保存一下哈。打开文件，然后我直接咱先看上面路径哈，277B 是我这个下边这个文件夹是吧？然后我点这个圆，然后我点这个参考啊，上面写的是276A 对吧？没问题哈。然后另外再点个那个方参考276A 啊，对吧？因为我这个引用过程太简单了哈，我只有2个零件，你引用过来，你一个一个查空嘛。就是咱先说工程图哈，你有可能每个工程图都打开保存一下，但是你哪怕保存了，我刚才这个装配是已经保存过的是吧？全部保存了之后，然后我给你验证一下这个事儿哈。比如说呢，先借用一下我们工具，我们创建一个 BOM， 我们 BOM 里边有一个功能啊，就是说当我这个文件的路径不在我当前文件夹的时候，文件夹下的时候，它就会做一个黄色的报警。看到了啊，上边的全是276B， 但是这个276A 对吧？276A 啊，保存是不能帮你解决零部件问题的哈，它只能帮你解决工程图问题。怎么解决这个事儿
啊，我们首先把这个我引用这些零件全都还原它啊，先删掉它，删掉它之后，然后呢，我关闭这个装配体，然后把我刚才拷贝进来的玩意儿我先全删了它。然后呢，我要首先打开这个装配，然后并且用打包啊 ，Pack and Go 啊，打包进去之后，工程图、零件图全都在这儿了。这时候它的指向啊，就完全都是指向当前的文件夹了，你绝对不会编辑错误的。你如果不用打包，我这个零件装配很简单，它后边是不是还有可能有文件呢？后边可能还有100件文件是吧？100张工程图是吧？都有的是东西。你想从这些文件里边挑出来一个跟你装配完全相关的东西，挑得出来吗？挑不出来，累死你也挑不出来啊！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打包命令是来替换你的那个文件指向的啊。我用打包命令的话，我现在明确的知道，比如说这个工程图啊，我先关了它。关了它之后，然后我打开这就是当前的工程图了，277B，对吧？我看一下这个圆，参考一下277B，对吧？没问题是吧？这个方参考一下277B，对吧？它在替换你的文件指向啊。这时候你再做这个当前项目，我们这个固定端哈，你把这个装配体插进去之后，用我们的工具来验证一下。我们再也不会提示你那个黄色警告是吧？没有了，因为这个所有的路径都是正确的啊。现在我就要说明一下我们 SWTDO 的部件修复引用这个命令它是干嘛的。我同样的啊，我还把这个装配还原成最初始的状态。我现在装配体里边插入部件，我直接插入上边那个276A 里边的装配体啊。我把这装配体276A 里边装配体插入进来，然后你知道276A 带来的所有的零件都是在上面的文件夹是吧？不在当前的文件夹。那么我保存一下这个装配 ，TDO Port 中心 Port 系统创建 BOM， 然后3个黄色警告是吧？3个黄色零件它的路径都不在当前文件夹下边 276A， 上边 277B 是吧？然后我们开始使用部件修复引用。这里边它要提醒我们哈，如果你有东西没保存，你一定要保存一下啊！我这因为我已经保存过了，所以说我选是。看上面的所有的零件都进来了是吧？并且呢，它在给我开工程图，看到了哈，一个工程图给我开，最后打开这个整个装配。我们再看这个 Port 中心。你看黄色警告全都没有了啊？为什么没有黄色警告了？因为我所有的路径都已经修复到这个277B 下来了。这个工具的价值就在于，你只要是你这台电脑上的文件啊，你随便从什么地方引用进来一个东西哈，我们都能给你修复到当前的文件夹，无论你是装配也好，零件也好，工程图也好，全都给你修复到唯一的文件夹里边，你绝对不会出毛病的啊。像我们 TDO 提供的拓展包里边就有很多装配形式的文件哈，比如说这个笔记本啊，它就是一个装配形式文件。那你要是如果把一个装配形式的文件引入进来，你如果直接带着链接的这样引用共享库里边的文件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哈，你很容易破坏共享库里边的东西，这是我们很不推荐的方式啊。那么我们 Port 系统里边这个部件修复引用是干这个事儿的哈。那我这还有一个修复引用，这修复引用是干谁的？修复引用。